在花花世界中，每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都传递着不同的温度，有人高冷，有人深邃，有人幽默。然而，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在社交媒体重重包装的外壳下，外表冷漠的人可能渴望关怀，看似风趣的人可能内心脆弱。只有真正了解他们私下真实的生活样子，才能还原每个人真实的人格温度。所以赖宏国，你是有直接向你太太表达过，说她是你见过最漂亮的女生？对，我有蛮常夸赞她，但她好像不太喜欢我这样一直讲这个事情。你看过的女生多吗？应该算不少吧。哦，因为她工作的关系，会看到不少你。因为你是做医美的医生嘛。哎，你医美之前是妇产科医生？对对对，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万一将来有一天你怀孕的话，老公帮你那个？哦，他们说他们是妇产科，不会帮自己老婆接生。他们有一个说法是，你自己帮自己的亲人接生的时候，你比较没有办法客观判断那个状况。赖宏国先生，你是想要模仿张孝全吗？哎，他今天很像张孝全。没有哎，孝全比较帅啊，我跟他也是好朋友，他比较帅。之前你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好像没有留这个胡子哎。对，因为就是你就是想要模仿张孝全。有最近他们戏也上了，所以配合宣传吗？这个帮我好朋友蹭个热气啊，在外围帮忙宣传的意思。对对对。所以阿娇她老公一直觉得你很美，那你看见老公的时候，会觉得他怎么那么帅吗？没有，他从来没有说过我帅。有啦。没有啦，那说但我跟你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你的外表。对，那是因为什么？因为真的很失礼耶你。我们异地恋嘛，他是那种常常会来找我的，我觉得很暖哎，有这个这样，我从来没试过。阿娇这样讲，就是一定遇过对方比较不殷勤的，就是老是要自己飞过去看他的那种。对。哎，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啊？我们是一个好朋友介绍的，就是那个书店信啊。对，书店信的跟他的女朋友介绍给我们。阿娇，你跟信是朋友？对，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台北拍戏，又刚好没有拍拖2-3年吧，我就说，哎呀，你没有男生朋友可以介绍？你主动讲的？对。他女朋友就马上打了个电话，他又马上就出来了。他说：“哎，我朋友是个医生。”我在想，哇，还是个医生，还那么闲呐。是半夜那种吗？没有，我们刚好在吃火锅。没有铁板烧。火锅。铁板烧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突然就出现了，你为什么那么闲？所以当时那个信的老婆有跟你讲说，他要介绍给你的女生是谁吗？他没有讲因为他跟我讲说，他说有一个不错的女生，我说有没有照片可以看一下，大概都会这样讲。他说有没有照片可以看一下？所以你很注重外表？没有，因为他从来没有介绍给我一些女性朋友，我想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蛮严肃的场合，所以我怕去了又拒绝了不好意思，所以我就跟他讲，他说你过来就知道了。然后我刚好下飞机，我记得我从武汉飞回来，所以其实你是忙的，你并不是闲的。当然也要这样说，主要是我跟他们也算够熟因为我怕如果不喜欢你去了就让。他就是他们手上拿得出手的男生。对。只有这一个吗？每次都拿这个出来。所以阿娇看到他的第一眼，有觉得 OK 吗？信他们找对了，是 OK， 又年轻又帅的医生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感觉到可以试试看的感觉。先认识一下，因为我的年纪都不小了，我不想再花时间去拍拖。如果要确定一段关系，我希望可以观察一下。所以第一次吃完饭就会交换电话号码，或者是就我跟他要了微信。
然后你就立刻隔天立刻有发东西给他吗？没有隔天，太刻意了，大概说沉淀个3、5天。沉淀个3、5天，真的假的？不是应该当晚离开现场就应该发？对啊，我觉得应该立刻发，就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有点太刻意了，所以我觉得你3、5天才刻意，好不好？你也有点太装了吧？没有，我就是跟薇薇说不错啊。那我们刚好我出差晚回来，再隔天再约一局，但不是我约的，就是刚刚好我又有空这样。对，反正我们之后有聊天，我没有表现很热情。对对对，因为我想观察一下，因为我是一个讲话很慢的人，很慢、很难接近的人，很难走入你的心房，对不对？对，譬如我是给机会让他买夜宵给我啦，他就买一个卤味，因为我很喜欢吃卤味嘛，他买来之后没有大肠的，没有大肠就不是卤味啊，就谁说的？他喜欢我说的，没有糯米肠才不是卤味，好不好？谁说的？我说的。你们2个乱定义卤味。我不吃糯米肠的，我大概只吃大肠。啊，那你吃百叶豆腐吗？他也不吃不要白的。再讨论卤味的那个。因为没有百叶豆腐，我也会很停住生气。可是这边有一个关卡，就是他干嘛不告诉对方卤大肠？对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就是测试他有没有观察力啊。他要从哪里观察出你？我没有看过你吃大肠，我怎么会知道你要吃它？我懂阿娇的心啦，他就是要设一些小测验，看对方过不过嘛。对对对，所以后来你有告诉他说怎么没有卤大肠吗？有啊，直接说了。他就是把那个卤味翻一翻，说没有大肠，这根本不是卤味，就丢在旁边就。所以他说没有卤大肠就不是卤味，然后就丢掉。你心里没有想说甩个？没有我觉得说蛮有个性的。你喜欢这一路的，是不是？就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他不会。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只是要卤大肠而已。你讲的好像他人生很不知道方向的样子。庄孝全，你真的太幽默了。就第一次买卤味失败嘛，然后后来第2次就学会了吧，就是一直买卤大肠是吗？对，就会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所以就靠卤大肠虏获了他的心吗？卤大肠还有那个里面有包馅的鱼丸，还有贡丸之类的，他喜欢吃那些火锅料。好细哦。所以你完全知道你老婆喜欢吃什么。对他吃东西其实很固定，他可以3餐都吃一样。对对对，所以你在家里是他比较怕你？没有怕，我比较怕他吧，因为他有洁癖。本来我自己家就很多东西，我又不敢把太多的东西放在我们的家，就很怕太多会惹到他，是不是？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景象，因为真的陈蒙他们夫妻很慷慨的让我们去拍了他们住的地方。花花万物有一个温度计呢，是请我们的来宾测量一下他们对于自己的温度的感觉。花花万物的温度是什么呢？我们将从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观众中征集20人组成温度团，在花花观察室中观看每一场人与物品的对话。他们每人代表5度温度，随时可以决定是否对嘉宾进行加温或是取消加温。所有观众温度值相加就是此时嘉宾的实时温度啦。最低0度，最高100度。现场嘉宾只有奉上最真实、最走心的访谈，才能温暖观众。所以快让观众们感受你们最真实的温度吧。哪一位要发言呢？是 Michael 还是阿娇？你打吧。我觉得应该80吧。如果张孝全自己一个人，可能就会把分数客气的降低一点，可是夫妻就要觉得荣耀才行。对，因为我觉得我大概60，他100嘛，平均起来就80。你觉得他是很有温度的人？应该说，大家跟他熟了之后都会很喜欢他。是，但我的话就
你可能是一开始觉得你很有温度，但其实你是一个但其实蛮冷漠的人，是不是？所以他们两个合起来的分数是80分，我们的温度这样会显示出来，是80度。那等一下呢，看到他们所拍摄的东西之后，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改观？80度可以往上走啊。我们先看第一支影片。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那我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就是我跟我老婆在台北的家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鞋柜啊，大部分都是我的鞋子，然后他的鞋子大部分是在香港，因为但他每次拿一双出来展示一下吗？这双皮鞋，这也是我就是婚礼的时候，我跟他在香港婚礼的时候买的。那以前的话，我会喜欢一些花，比如说像这种。花花绿绿的啊，但这个我老婆都看不太懂，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怎么穿啊。还有这种，你看这些买过这种，就是有一些很骚包的鞋子，但是现在也比较少穿，对。好，那接下来就是进来这里的一个空间啊，那旁边就有放了一幅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没有发的一个海报，就是当时可能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办法出，然后阿 sa 就帮他输出这张，然后让他当收藏。就是放在这里，我觉得说从客厅可以看得到，然后我如果早上睡醒开门也可以看得到，在餐厅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一家之主的概念。只是这一道墙可以放到这一个画，因为太大了。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客厅。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客厅，就是我觉得空间蛮大蛮舒服。对于家里，我是希望是比较极简风的概念，我们不要有多余的东西，心才可以比较静。但是就出差1个礼拜回来，就变成一条城市了，这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地方，这个桌子很适合配跟那个拼 Lego。那时候我有提议说，把乐高就是有一些大的，我们把它收下去放到储藏室，但是他说我拼那么认真，我就要展示出来。继续拼下去的话，这个空间可能也不太够，到时候也要想想办法。其实客厅就像我讲，我希望是空空的嘛，所以我当时我自己的东西只有就是角落有吉他，就是以前我会弹吉他嘛，然后我都忘记他会弹吉他，只是放着。这是他的瑜伽垫，他有一天，因为我都常常去健身，他就说想要在台湾也要健身这样，那他就拿瑜伽垫过来，但是有打开过吗？过吗？有。有一次他。客厅旁边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陈列柜啊，我本来预计它是我的书柜，现在就是变成一条很漂亮的乐高街，所以我的书就把它堆到这边。好像行李箱稍微有点多哦，对不对，老婆？对。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拿出去捐的话，好像是不是可以？啊？可以不可以捐1、2个行李箱？好像这个空间看起来视野会再更开阔一点。我们的心也会更宽广一点，可以的。我们的卧房里面的浴室啊，这是我的牙刷，还有我的刮胡刀，大概就这样，其他就对，都是他的保养品啊。其实我老婆是这样，我后来仔细观察一下，她是会摆很多东西，然后但她只擦那几个，其他是不会擦，就是摆着。但她香港的家是。连这里都是一平平，所以这里真的是刚好。对，刚好。接下来就看衣帽间，从白色到黑色到长袖帽 T， 然后这边是大外套，就我会分类啦，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间有一些好像颜色没有怎么分，对，但是我老婆衣服就，对啊，不好多说。是我老婆的包包区，就是这个是她1周年1周年的，我没想到她买好贵哦。我也没想到它这么贵，因为我不太懂，我想说她很喜欢这牌子包包，我就是当成1周年礼物，然后因为它有特殊的纹路，然后又是什么限量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么小一个包包什么都装不下，外面找不到了。像我讲钱再赚就有，老婆只有1个。像我讲钱再赚就有，老婆只有1个。我说他很会上综艺，
没有，他很会这些梗哦。没有，我就是这样想的。哎，他家在家里真的很像一个小妻子的感觉。对，然后又爱碎碎念，然后又会撒娇。你是不是觉得他讲出那一句话就是很惊人？就是钱还可以再赚，但老婆只有一个。他很爱讲这些土味情话什么的。为什么行李箱需要那么多个？行李箱其实我是有多啦，红色我用，我打算白色给他用，但他不好意思用。为什么不好意思用？我的还没坏掉啊。你觉得行李箱就是坏掉才需要买，不需要有那么多个好的行李箱？对啊，因为我出机场就只是托运的嘛，那他买的又是那种红色、白色漆皮，很漂亮的。我觉得我如果这样出差堆来堆去，它就坏掉了，有点可惜。女生对行李箱有的时候是跟对待包包的态度一样，就是要有所选择，不能纯粹当工具使用。好，航宇，柜子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对不对？对，好，那就麻烦你喽。那让我们打开富尔家花花柜吧。我有看到积木拼成的一艘船，借我看一下。这个算难拼的吗？这个好像拼了几天是吗？因为它会动，所以更难。对，所以这要花几天才拼得出来哦。它一开始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会花比较长时间。对，我是尝试拼这个，才开始拼其他的。我刚跟 Michael 交换了一个眼神，就一切从郑秀传开始。地主啊！我就最难是拼了一台车给他，但选错地方拼，我选了在香港拼，一拿出去就会散掉，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拿到那台车嘛。有啦，我在香港还是可以看得到他。可是他的这些嗜好跟你洁癖不就是相冲吗？这个不会不干净啊。可是你不是希望就是家里就是尽量空空的？对，所以我会就比如说他拼完，有时候我回家我会帮他收。我有问过他，我能不能弄一些柜子啊？他说不行，因为这样会让空间变小，所以我才把它从地上放到小房间那个中间那个位置啊，放上去我觉得蛮好看的。你不会说想拼好一个再把它拆散掉？我有拼灯，有一些就是里面有灯，但你要拆开它，再拼上去。你说那个灯是真的会发亮的吗？对，他有去买一些电路哦，然后自己去把它装在那个城堡里面，然后你一插电，它整个都会亮起来。你为什么要假装好像非常的崇拜他拼乐高的事情？真的，他好厉害哦，真挺厉害的，我觉得。那个是真的蛮惊讶的啊。所以你老婆最迷人的时候是拼乐高的时候吗？还有吃大肠的时候。没有吃大肠了，现在。那你此时最爱的食物是什么？运炖吧。泰国菜。泰国菜。然后他有真的很喜欢喝那个运炖羹汤。你们会有一天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吗？乐高吗？这个倒没有吵过。你们结婚初期应该常常会吵架吧？算真的吵架的频率不高，就是会，因为他也是我是吵不起来，对他不吵架，他就是会冷战那种。哦，可是冷战就很可怕啊，但他吵架也很可怕。他会真的生气吗？有几次有真的生气。是为了什么事？有些就是婚礼的事情啊，我们婚礼有一些摩擦，然后婚礼是你要的风格跟他要的风格不一样，是不是？就可能表达沟通上面有一点就是。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回忆啦，对，也是好的。所以第二次是什么？上个月吧。上个月？就是这个可以讲吗？还是不要讲这个？不知道哎，我觉得可以讲啊。你先讲，然后如果讲完之后觉得不可以，再叫他们剪掉。OK， 好。就是因为我刚刚，就他上了一个热搜，对，是我一个黑粉黑他的，但不是事实，因为我完全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个照片是他朋友，
恶作剧，因为突然太多人写他不好，他就爆掉了。比如说我们去看房子，然后可能媒体就会写说，我带着他去看房子，想要他买给我，类似这种东西，但其实很无聊嘛。但后来就类似的东西一直出来，然后我那时候讲了一句我觉得也不太该讲的话，类似什么，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辛苦之类的话。我老公也讲过这种话。你有老公啊？我有，结婚16年了。因为一开始他觉得跟明星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嘛，可是后来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真的大明星，然后就变成是狗仔一直拍他，一直拍他，一直拍他，然后他就常常上新闻，然后就开始就像你讲的，可能会写一些就不是事实的东西，然后就跟你一样压力过大。我就觉得我躺在家里一觉起来，然后我又怎么了，或是他写说什么我们分居婚变，然后我睡起来说老婆我们婚变了，他说我们再睡一下吧，就是拜托我一觉起来看报纸，老公你打我啊？什么时候？趁我睡着的时候吗？他打到你忘记这件事哦。好了，我懂你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看了那些没有用的，有做各方面的尝试，让他没有那么难受。他有了，但好像就是会一直有这种事情，但我现在比较可以适应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后面还会有好，各式各样的说法都会出现。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改变，而且澄清好像我发现媒体好像他报了一个，他不会管你后来什么澄清。澄清没有用，而且观众看了那个东西之后，他就觉得是真的。对，我了解了，他不会去管你。我老公没有打我。那他对你做了什么？只是小小踢一下侧边。不要乱讲。所以刚刚阿娇说，有些东西拿进屋子里面要小心一点，不要再让他觉得有压力。就是。我以前买东西会，一样好东西会买10个。一样好东西为什么要买10个？因为我觉得没机会再买，可能下次买不到团货。类似什么东西？就是洗面奶啊，买几瓶啊，可以用的东西。但通常都会放到过期。对，因为我很喜欢尝试新用品。所以男生不太懂为什么要尝试一些平常不用的东西。对，因为他都不涂脸了。就2罐涂而已。所以这是你人生 ，Michael， 这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你住的地方有这么大局，别人的东西入侵，是不是？算是。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就是很难适应啊？就还好啦，就是因为他香港的没有，我想说他本来的家很小，因为他一个人对，我一个人住嘛，一个人住在台北嘛，所以他是没东西的。对，是因为我们结婚我就换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些鞋子不是挺多的吗？是我鞋子跟衣服而已。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只要出去有得穿，对，家里不要放太多东西的人。应该说，我觉得不需要的东西，我会把它丢掉。可是你还蛮注重要帅这件事吧？现在还好，因为现在没有，以前会啦。所以你是知道自己可以走很多明星的路线，是不是？我没有这个想法，大众脸吧。真的是因为我留胡子，是因为有时候我都常常没有刮，他很讨厌我留胡子。但是大概2周前，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朋友说：“你留胡子蛮像 Ryan Gosling。”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造型。对。可是太太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要留？我就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啊，因为工作上面有时候有需要。阿娇的不喜欢，应该也不是真的不喜欢吧？我不喜欢，因为他觉得很刺。对啊，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会亲他。这他自己选择吧。所以我回家，他说你胡子太长，我就先刮掉。OK。所以太太的吻还是比较重要嘛？对啊。你是不是有持续的不断在维持身材？我有运动习惯。刚刚那个瑜伽垫是怎么了？就他带过来说他想要做瑜伽，但是好像没有看他做过。总是有个希望嘛。怎么了？
对，瑜伽垫为什么要从香港带过来？几乎台北家是每一个东西我都是自己带过去的，包括那些公仔啊、毛巾啊，几乎都是我香港带过去的。对啊，都已经从香港带过来瑜伽垫了，为什么不干脆就真的做瑜伽？有做过，你有做？有，只是他没看到而已，是不是？对啊。他有时候会这样动两下，说：“老公，我运动了。”这样，我说：“好厉害，好厉害！”哦，出汗了，然后就结束，大概30秒吧。所以你是一个大量运动的人，我算蛮大量的。然后他不爱运动，你有邀过他吗？有蛮长的。但他在那个台北的健身房，全部都是男人啊。那我为了他找一间是没有人的。不是，因为我以前拍打戏啊，那些筋骨都歪掉了，我是需要请教练的。嗯，你有帮他请教练吗？有。那有去上课吗？没有。对，就有时候他会突然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懒，那我也不勉强他嘛，我就先去了这样，因为就上个一天，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就没有那一天开始这样。但我们婚礼的时候，他蛮认真的去做了大概1、2个月吧。对。好，我们刚才看了那个影片之后呢，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两夫妻本来80分有没有什么温度上的改变。好，目前进展到了是85度，就比原来的80度稍微高了一点点。也许大家就觉得好像夫妻2个人生活就看起来颇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难关，可是大概你结婚也知道，就一定会有这些过程啊。对啊，不可能一直都很顺利的啊，就努力一起去克服就好了。而且夫妻双方有一些本来在家里面不一定有勇气互相沟通的事情，反而是一起上节目会忽然就说出来，然后就完成沟通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进展的过程当中，看看他们2位就会互相透露更多对于某些事情的价值观，也许就会增加沟通，然后温度就会越来越高。我们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要看是倒过来，阿娇要介绍她先生的一些东西了。好，我们去看这个影片。Hello， 这个是我的家等一下会介绍一些的摆设，还有我喜爱的东西。我呢很努力的把我的东西放过来，因为我要把整个人嫁到过来嘛，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归属感。但没想到就是都是我的东西，是不是很厉害？能带那么多？哎，这个是我婆婆，很厉害吗？婆婆人肉速递那个洪瑞珍过来给我们。人肉，谢谢妈。我真的是想经营一个家，所以我从香港把这个 cushion 啊，还有那些公仔啊，自己搬过来。Michael 的东西只有这个吉他，这个昆虫。你看家里放一堆虫都不好。我终于有机会展示我的 Lego 了。看，这个都是最接近。这一区是我们结婚区，这好像粉丝啊。其实这是粉丝弄给我，他就拿了来收藏。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结婚那些朋友的签名啊，是个充电宝，伴手礼嘛。你看这个是我朋友画的，很像我们，而且我每个朋友都会印名字，就显得很有心思。还有他一个结婚的本子，我本人呢就很喜欢，就是把东西乱扔，我就怕丢掉，所以我就放了在保险上。他这里有一个，他高中2年级画的鸡，是一个特有种叫蓝腹鹇。
那你非常稀有为什么写鸡年呢因为？那一年刚好是鸡年，然后那这是鸡啊。那你为什么不裱起来？就就这么叠，就是这样。烂烂的。那我跟你讲你把这个送出去，这个是可以啦，但是谁会要啊？你的粉丝都会要啊，我没有粉丝啊，你粉丝有一些的。这个都是他以前买的，他以前就喜欢买一些眼睛，眼睛。这个是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去日本出差，买给我的裤子，牌都没拆，没穿过，因为我都也不是我的风格啊，是心意嘛。这个上。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双边是那个，叫他躺，看一下角度。对，那时候我还很贴心，因为他那时候不在，我这看电视的时候我就躺着，那个人一边装我还说，这个角度，差不多就这个角度。结果我装了之后，以为他会称赞我说我很贴心，把他角度调在他的视野，因为我还不是，因为我的脖子不行。对，结果他一直跟我说，念到现在都说他觉得那个视野。你是不是你也觉得？后来他跟他一起看，尴尬。我一直嘴硬说，其实这个没有啊，还好啊，你不觉得看得很清楚啊？结果后来我自己看一看脖子也有点痛，所以赶快找时间弄一下。床是 Michael 妈妈买的，那床单是我买的。我为什么他有一只羊？因为他口水好臭，他把这个枕头都弄得很臭，所以我就不让他拿我的公仔，我就买一个给他。没有，我说这个就介绍一下。不是，这是没有，这是他那个我岳母送给我们，希望我们早生贵子，好不好？加油！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俩为什么要在家自己尴尬啊？第一次介绍我家给人哦，所以那个岳母送的早生贵子的放在那边会很有压力吗？没想过他拿出来讲而已。你本来不想要讲那个东西是不是？对啊，所以有人要催你们赶快生小孩吗？没有吧？没有人催，就我催他吧。因为我之前去冻卵，我只冻了3个。就因为我们本来是想摆 nature， 就自然有怀上就怀上，但好像目前都没有成功。对，那我们一直很想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个，因为不希望他在，如果说不是年龄问题，就是说越大怀可能越辛苦。你刚才有嘴软，我看到了，你刚才嘴软的很严重，我害怕我讲错话，我还越就可能，刚才你差点脸都抽筋了，不想要他太辛苦。对，我懂。所以你有安排好时间了吗？有。你真的管很细耶，就你真的给 Michael 很大压力。不会，真的是有安排好，已经 schedule 了。阿娇，你是很想要赶快有小孩？也没有赶快，就是让他去试试看，再考虑啊。对，所以你是爱小孩的人，是喜欢小孩子啊。确定？
这一题还蛮难回答。No， 我不喜欢小孩。可是如果当妈妈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拼积木了，对，就要照顾小孩了。可是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对 ，Michael 听到没有？就是有小孩的话，他只会占有一个小孩的体积，他不会扮演成。小孩子的东西更多。对，我想过这个问题。小孩生出来之后，你就要买那个地上的那个软垫，这样拼起来，让他可以爬。那个就是 Michael 极简风的家里会出现的彩色塑胶软垫，然后上面会有 ABC， 你可以教他。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哇，那个配色好可怕。好，我们的伏尔加花花柜里面有东西在等我们来观赏，我们麻烦航宇，让我们打开伏尔加花花柜吧。眼睛，素描，那个最上方那个白色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结婚的做的一个牌子啊。啊？那是我们在 LA 拍的一个影片，这样子。所以是宾客都可以拥有一个吗？没有，我们自己的。只有你们有？不是这个是我其中一个粉丝弄给我的。哦，这个是你们在美国的那个订婚派对。本来其实希望他的生日我们在美国登记，但他那个时候刚好长假，没办法，没开。对，没开。刚刚看到戒指当中有一枚是求婚戒指，对。所以求婚的时候是你知道的吗？其实戒指是我们一起去买的，对，在美国，我突然跟他说，哎，不如我们结婚吧，那就一起去。那个是真的很突然，他突然开口，就我们只是去夏威夷玩嘛，就去逛了一下，他就说，那不然我们买个戒指结婚吧。然后我那时候吓到，就倒抽一口气，然后倒抽一口气是说，我没有要娶你耶。当时还有去打给我朋友，就是他说怎么办？他突然说要跟我结婚。对，我说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所以你当时有想说怎么拒绝他吗？没有，他没有想要拒绝。我当时只是在想说，这个戒指不知道多少钱，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负担。结果后来有买成吗？后来买成，但中间稍微有点尴尬，因为我有一张卡是理论上是没有额度，它是千账卡，然后就整个卡拿出来要刷之后刷不过。然后怎么办？后来还好，台北是早上，我就打给那个我们诊所的会计说，你先帮我把多的钱汇到我的卡的户头里，再刷这样。阿娇，你在对他说出“我们结婚吧”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有担心他不一定会说好啊？没有，我们在美国，我要跳伞嘛。你是为了工作还是？这是我的人生的 list， 我要做的事情。他本来不跳的，因为他恐高。他听到那个人说我们要上去4000尺跳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啊，我还是陪你跳吧。他当时候穿篮球短裤。你知道篮球短裤要带那个东西是很怪的，它就会卡住，对不对？而且飞在空中应该会翻上来吧？对，他就也很勇敢的陪我跳，我觉得这个是很浪漫的事情。所以是跳完你才觉得我们结婚吧？对。哦，那还好有跳啊。所以你现在觉得还好有跳？不然可能娶不到他。对，但是可能不会再跳第二次，真的太可怕了。好像他们在真正决定要在一起之前，说是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在看剧的时候 ，Michael 有抱住他说我们交往吧，然后他说不要了。有这样吗？那是刚认识的时候。对，就是说就是吃大肠那一阵子。所以当时是什么？怎么？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就在看手机，然后他说他要睡了，我说好，然后我就躺在旁边，我说那我准备要走了，我就这样子稍微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很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好不好？这样，他就跟我说，我记得好像是你有想清楚吗？我觉得我们认识还不够多，
就是没想到已经有一个动作了，然后还被拒绝。你会觉得你这样做代表你心里大概有5、6成的把握，你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做的都想不到他的反应是比较冷漠，所以当时走的时候气氛非常僵，是不是？也没有他就睡了，然后我就觉得啊，那可能我自己误会了。后来几天都没有联络这样。所以他那次跟你说不要，你是把他当成是拒绝了？对，就是我觉得拒绝。我们2个就是没有要交往的意思。第2次鼓起勇气跟他表白是什么时候？朋友来找他探班拍戏，从英国过来住他家。我朋友就说他想要一个一个拉面带回去，他就帮我买，就是那一天就在一起。对。你跟他讲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对啊。然后你有没有很惊喜？对啊，蛮惊讶的。刚刚那台电视机，你觉得角度有问题吗？我觉得电视就平平的就好啦，为什么要调角度？阿娇平常看电视就是躺在床上看。对啊。你说是平躺吗？平躺电视就应该装天花板上。其实他现在都觉得那个角度他脖子会痛，因为太低了。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他们讨论很 detail。听说阿娇喜欢看相亲的节目啊。什么综艺都看，可是你好像特别喜欢一个相亲的节目，对不对？非诚勿扰吗？对，我们都喜欢看。啊，为什么？蛮喜欢给意见的，就是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就是一边看一边会说这个男生不要啦，或者说啊他很好，你为什么要删他？他怎么会这样？就是那种。所以你要陪他一起这样。我一开始是抱着陪他看的，因为他看那些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看过，然后我好像也不是很喜欢这类型，后来看觉得蛮有趣的。听说他们2个躺上床关灯之后，他要为了阿娇所给的指示再爬起来至少3次。什么指示？就说帮我倒杯水啊，哎，你那边灯忘记关了，或者你去看一下窗户。以前比较多。这是真的吗？对啊，突然忘记要拿个东西，或者是哎呀忘记关灯啊，所以不是故意要整他吗？不是，是真的忘记，是真的。所以 Michael 都会真的起来吗？会。你不会说，除非我睡着之后他再把我叫起来，那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懒。他有在你睡着后把你叫起来去关灯？会叫我起来陪他看电影或什么，就他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可是你可能明天要对要工作耶，那就倒霉是病人而已啊。这双眼皮变割那么大。然后后来他知道说，其实我们工作性质不一样，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有时候是比较 free 一点，就是他密集的工作完之后是 free 的，但我是每天固定的时间。有啦，我觉得这个有磨合到，我平常开电视会很大声，就算他睡觉的时候我也开很大声，现在会。我们有因为这个有一点争执。对，你有没有跟他讲说可不可以调小声一点？他有教我，你不如出去看。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现在难道要分房睡了吗？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嘛，但后来真的有认真跟他沟通过，他现在就不会这样子。所以你后来就是算了，就不看电视，就看手机。一般夫妻都怎么解决这件事啊？我会跟我老公说 ，baby 小声一点，不然我睡不着。他就会调小声啊。可是小声看动作片什么就不过瘾啊。你为什么不戴耳罩呢？耳罩你会压了很不舒服哎。耳塞不舒服。可是他看电视啊。可是他看的电视都是小声一点也看得懂的啊。枪战片不就是？你也知道在干嘛？有的战就是。请问一下，你电视到底开的多大声啊？声光效果还不错啊，就是那种有机枪的声音，就是那种哒，那种真的是这样吗？有一点声音都会。因为我睡眠比较浅，对，比较浅。哦，所以一点声音都会吵到你。可是他难受了，你怎么办？后来我试着就有时候戴一下耳罩什么的。他打呼我也戴耳塞啊。我觉得耳塞这个事情是结婚之后必须有的。真的吗？就是你肯定要接受对方一点不好，对啊，太吵啊什么，你是要掌控这个。对。因为如果我老公打呼打太大声的话，我就会到隔壁的客厅的沙发睡。
以前会把他推啊推一推踢一踢，对，会踢他几下，可是现后来就没在我都不用。会了。后来应该只是把它踢到床底下去算了。后来就会踢到骨骼。刚刚影片当中出现了妈妈，那是你妈妈对不对？我妈妈对。所以你妈可以随时进出你们家哦。可以，她有我们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在嘛，有些事情要麻烦她。那阿娇跟她妈妈处得好吗？很好。你觉得呢？在节目里会跟你讲说不行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好像是你们俩如果吵架的话，你会跟她妈妈抱怨，是不是？会，就是她会把妈搬出来指责我一些东西。你说她？对，我就会直接问妈，你有这样说吗？她说我没有，就其实是她编出来的。对。因为他有时候我们的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观不一定一样，他有时候比如说一个桌子，他可能会想要买很贵的那种，然后我就会叫我妈直接送我一张桌子，说我妈送的，我就会跟她讲说，妈说不用那么贵啊。你没想到他会真的打去质问你妈吧？而且没想到我妈就是跟他联络比我还频繁。Michael 的爸爸妈妈当时觉得要娶明星这件事 OK 吗？一开始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蛮不 OK 的，但这我没有跟他讲过啦。一开始你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他没有不同意，他不认识，然后他主要是担心我啦，不希望说我们有过度的曝光这样。然后后来见到他就跟他很好，就没事了。因为我就是会带我爸妈去看他们演唱会啊，然后我妈妈就在下面看就哭了。我说啊，红果原来我们的媳妇这么优秀，这样真的蛮感人的。我觉得你爸妈可能太怕他了，所以就说一定要哭，快点，一定要哭给媳妇看，还互捏。有说好你结婚后不要做家务这件事吗？我们有签一个婚前，我们有签一个协议。我们很常请佣人嘛，对，就比如说，如果他自己点了一个麻辣锅，煮完之后他不知道那一锅怎么办，然后变成要找人来处理那一锅麻辣锅。找人来处理？你不能处理吗？没有，我不在，我出差了啊。因为他那个垃圾分类，我不会。好细哦，我知道好细哦。我知道，听起来生活中困难重重。对，要是我想想，我面对吃剩的麻辣锅，对，确实很难处理，需要人帮忙。你们签的协议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件事吗？没有，最重要不是啦，最重要是我们。那我最大的点就是保持家居整洁。哦，这个有签进去。所以我们在意的点不一样啊，以后孩子怎么负担，然后我们婚前的财务怎么样，这都要写得很清楚啊。你希望让女方放心，说你不是为了钱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两个人要慢慢研究，有一些花费怎么互相帮忙这些事情。这个目前都没有到特别讲啊。所以像戒指刷不过的时候，阿娇不会说我来吗？这太奇怪，他来我也不会。太奇怪了吧？不会。他的坚持就是婚礼相关的，他不要出钱。OK。我的底线就是不希望我拿钱把自己嫁出去而已。其实也没差。但我觉得合理啊，对，我觉得合理嘛，因为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压力还蛮大。压力是大的，随着宾客人数越来越多，就我记得我们在马尔地夫的时候，我说老婆你约了几个人在美国？他说80几个吧。然后我家5个人，我就约了5个，大概10个。所以听到80个的时候，又倒抽一口气了。我倒抽一口气啊，真的那时候真的倒抽好几口这样。我现在很 OK 啊，那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有人结婚结到快破产啊？你那时候真的是因为结婚？没有，就真的是几乎要破产吗？我以前就是我觉得我收入够，我要买表买衣服就买，没有存太多的钱。然后那个一切发生的很突然。他刚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我的卡你认刷，因为没额度嘛，他觉得是没额度嘛。然后他去了1天连卡佛之后，我就说老婆那个卡还是放我这里好。
没想到他真的刷得很狠，是不是？对啊，他就是真的认刷，就是没有跟你客气。没有，就是刷一个表给你呀。对啊，因为他跟我说认刷，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吗？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人叫我认刷的他的钱财什么的。对，应该是说我突然在家一看到简讯，我想说，真的是倒抽10口气。所以你是从结婚之后，就人生一直这样。所以我后来都直接给他看我的存款跟所有东西，我就说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些这样。那应该换成他倒抽一口气。也不会啦，我觉得我还是算不错的。所以现在倒抽一口气的情况也少了吧？停止了，该画的都画完了嘛，家也弄好。Michael， 你有没有后悔娶明星？我没有后悔，因为他真的蛮不错的。只是如果以后是如果我儿子他娶了一个明星，然后是很红明星，我会说，那你真的要想一下。明星都是人啊，你在说什么？所以你心里就是有不满啊。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有双重的后悔，除了娶了一个明星之外，还包括了结了婚这件事吧。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失败的婚姻，所以其实我知道说大概是怎么回事。对，我没有后悔结婚这个事情，因为结了就结了，也没有说就算怎么样，所以我才会说好像压力很大，但是还是要我工作把它撑过去。因为我觉得要结就是要好好结啊。所以现在常常有度过咬紧牙关的时刻吗？现在好很多，现在就很开心。现在就觉得真的有在 enjoy 婚姻生活。对，因为之前是太密集了，结婚、香港的婚礼、搬家，然后我的诊所要开。厉害啊！所以你是不是想说小孩的事先缓一缓再说？我本来是这样想，然后我现在知道就直接跟他讨论嘛。目前前期我还需要去有一些预备期嘛，你不能开一个店，下一个月没客人就关掉。所以我跟他说我目前还要准备一些钱放着。然后他说小孩子没关系，如果我们生了就。对，所以我才不选择买房子。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蛮好的，是，而且楼价又不升，就这样。不适合买，就租就好了。对，生活也比较轻松一点。你现在的诊所在台中？台北，在台北，事业正在创业期。对啊，你会希望你太太帮这方面的忙吗？我不希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工作是分得很开，因为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去开，一定是评估过我们的客户量跟是可以出来做一间的，但其实不太需要他帮什么忙。对啊。其实我希望可以帮到忙，我在香港有代言了嘛，对，我也不能随便的去帮别人宣传，但我以他老婆的身份就可以。我们后来讨论完之后，就是他帮忙，就是我们有一个剪彩的话，他可以来，就是一起剪了个彩这样子。我就希望可以参与一些啦，结果已经发生了吗？还没，快了。所以到时候老婆会去帮你剪彩。对，但不接受访问。不用谈这么细。好，我们没有要。没有，就好，对不起。他会讲出来，代表他会觉得你的人都来了，为什么不接受访问？是不是？听起来两个人体会到了一些之前没有体会过的乐趣吧？是。感觉先生会有一些辛苦的时刻，可是对很多刚结婚的来讲，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啊。然后阿娇一直说，这个人生反正只有一次，所以你们女生每次婚礼就是要想这件事，就是我这一次得要把它办满意。我其实当时结婚的时候想说，我要办一个很小型浪漫的婚礼。我公婆他们就觉得儿子娶了明星，然后很幸福，就希望可以多邀一些人来，然后就在台东办了一场很大型的婚礼。我就觉得哇，好幸福哦！这么多人来替我祝贺，我就觉得很感动。我们刚才看了这些影片之后，也了解到了阿娇对于她先生的一些东西的想法。至于两个人他们所带来的温度有没有上升呢？看一下。90分哎，好高哦，应该是就是
速度倒抽一口气的这种婚姻，感动了很多人吧？对，就是拼下去的那种精神。不管是什么样的夫妻组合呢，总是会有互相调试的地方，而且看他们两位很努力的适应，开诚布公的讲了，应该就调试成功的几率就大增，所以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温度上升的同时，有感受到婚姻生活里面本来就是这种以爱作为前提的话，其他的了解可以慢慢的增进。我们的2位来宾可以从伏尔加修复车上选择物品来用于工地事业，同时我们的伏尔加修复实验室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物品相关的修复小技能，通过修复让更多的物品变得更有温度。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航宇把伏尔加修复车带回舞台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有刚刚那个 Michael 说他没有粉丝，所以不会有人要的这个记忆的素描。你真的舍得吗？这不是你的代表作。也不算代表作啊，但就其实有点舍不得。我觉得不要勉强，就是选你们舍得的就好。好啊，好啊。我觉得我的行李箱是可以。OK， 小行李箱。这些是有人喜欢，其实我都可以啦。船也可以吗？可以，全部都可以，是不是？墨镜我都可以。真的 OK。对。那我们就让 Michael 保留重要吧，好不好？这是你的人生的纪念品。对啊，对好啊。那请阿娇帮忙签一个卡片，就是给将来在公益当中得到了这些物品的人，你就写一句话送给他们就好了。是什么？你觉得他们今天上节目的打扮会互相干涉吗？是太太叫先生穿整套西装来的吗？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想穿吧。对。因为他就是想要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张孝全，让来告诉你。你们俩是有多词穷啊？想多久？例如是要写什么？祝福或者是感谢就好啊，或者是好好珍惜他们这类的。对，希望你们生活幸福也可以。他衬衫有绣他的姓名哎 ，Ryan Gosling 吗 ？Michael Ryan。你是在写毕业论文吗？你们俩真的，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就写个没完没了。好了，签名。希望收到我们礼物的同时，也收到我们的幸福。哦，写得很好，太好了，所以非常感谢阿娇还有洪国他们2位的祝福，然后给了我们这么多跟他们的婚姻生活有关的很可爱的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本期节目中所有物品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然后谢谢2位，谢谢。好，我们下一次的花花路再见哦，拜拜。谢谢，拜拜。嘿，大家好，我是李星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花花万物伏尔加修复实验室。我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好好保养我们的行李箱吧。首先是滚轮的部分，日常正常的保养方法是首先清除轮子周围的硬物之后，再在轮子的轮轴处滴入适量的润滑油，这样不但可以防止它生锈，也能减小它的摩擦力。行李箱表面的划痕可以通过打蜡的方式进行解决。本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行李箱保养的小技巧就是这样了。修复物品，整理人生，在花花物中和肌肤修复专家伏尔加来一场怦然心动的美丽人生的整理魔法吧。